在古代，百姓认为天上有天庭，地下有地府。地府之中有2个家喻户晓的人，即是牛头和马面。他们和黑白无常一样，都是阴曹地府的鬼差，也就是勾魂使者。众所周知，中国的神话体系几乎都出自道教，不过牛头最早来源于佛教。下面我们就详细说说这牛头马面的身世。根据《铁城泥犁经》记载，牛头的前世叫做阿棒，因为生前不孝顺父母，死后在阴间受到惩罚，变成了牛面人身，主要负责巡逻和搜捕逃跑的鬼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神仙都有成双对称的讲究，譬如黑白无常、门神秦琼和敬德、哼哈二将等等。于是人们也给牛头找了一个搭档马面。但是也有资料显示，马面和牛头一样，也是来自于佛教。楞严经记载，王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玉足，马面罗刹，手持枪矛，驱入城内，像无剑狱。实际上牛头马面在佛教中并不经常出现，被纳入道教体系之后，反而成为了民间百姓家喻户晓的鬼差。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与封建统治者有莫大的关系。因为牛头和马面是一种恶鬼的丑陋形象，若是人做了恶事，便会被牛头马面勾走魂魄，以此来教化民心，约束百姓们的道德。据说牛头和马面原本在地府位高权重，只因发生了一件事情，被阎王贬为了鬼差。相传丰都城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姓马，此人一生娶了10多位妻妾，却只生了一个儿子。马财主40多岁才有了儿子，自然视其为掌上明珠一般疼爱。话说儿子长到18岁时，门口突然来了一个算命先生，马财主心中一动，便让他给儿子卜上一卦。谁知算命先生看罢生辰八字，摇头叹道：贵子虽然衣食无忧，可惜阳寿太短，只有18岁。马财主大惊失色道：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请先生一定要救他一救，无论花多少钱我都愿意。算命先生道：生死有命，你我凡人如何能左右天命？如果你真想救儿子，还需着落在神仙身上。马财主跪在地上道：请先生教我。算命先生掐指一算道：今夜子时，有2位神仙在鬼门关的台阶上下棋，你置办一桌酒席送给他们，什么话都不要说，必须连送3次，你儿子方可得救。到了夜里子时，马财主让下人抬了一桌酒席，只见鬼门关前果然有2个长着牛头和马面的人。马财主将酒席放在他们面前，做了个揖，转身离去。牛头马面也不客气，渴了就喝酒，饿了就吃饭。到了第3日，马面问道：你请我们吃饭喝酒，必是有要事相求吧？你且说一说。马财主跪求道：我有一个独子，只有18岁阳寿，请2位神仙高抬贵手，饶他一命吧。马面道：他叫什么名字？马财主将儿子的名字告诉他们。牛头想了一下，道：马兄，今日我们要去拿的人，可不正是他的儿子吗？马财主这时灵机一动，道：2位神仙若救得犬子，日后我一定天天给你们烧纸钱。马面会意，笑道：既如此，看在你我同为马姓的份上，便卖你一个人情吧。于是他们2人故意喝得酩酊大醉，没有向鬼差传达勾马财主儿子魂魄的命令，因此马财主的儿子才逃过了一命。不过后来阎罗王得知此事，勃然大怒，将他们从高官贬为了差役。没想到神仙也会拿人手短，吃人嘴短，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呀。从此之后，牛头和马面在百姓心中就成了类似于官府爪牙一样爱占小便宜的人物。在道教之中，仙人是高高在上的存在，是修道人的终极目标。然而羽化飞升并非终点，神仙也是有区别和等级的。你以为修炼成仙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不，神仙也是有等级之分的。有的神仙活得比凡人还累。神仙可大致分为2类，天生地养生下来就是神灵的先天神，和修炼白日飞升的人修仙。而神仙的等级和区别就体现在人修仙之中。葛洪的《抱朴子论仙》里初步列出
仙是有天仙、地仙、师姐仙之分的，而中履传到极中，则是进一步将新的等级和区别细化，从高至低分为天神、地人、鬼。鬼仙虽然是为仙，但其实还是鬼，是修炼的最差的选择。中履传到极中说，鬼仙可以说是五仙之中最差的一级，从阴气中超脱，无名无姓，虽然不用再历经轮回，但又难返回。蓬阴仙山这种仙人居住的地方，最终难免因为无处可归，还是会返回去投胎，再次经历混混而已。从修炼角度上看，鬼仙为修炼之最，下乘下品神仙只能保持不死之身，最差的还要进入生死轮回，靠脱离旧皮囊才能重生。中履传道集里记载，人仙只不过是5种仙人里的倒数第2而已。修行的人在不明白大道理时，只是懵懂地从中大道中找到一个方法，从而终生用这样的方法勤修苦练。在修行的过程中，五行之气与人体的气息相互作用与交汇，身体因此很少生病，能够安定的生活，这样就叫做人仙。修持的人在刚开始听闻大道的时候，往往罪孽深重，但福运浅薄，因为种种磨难而改变初衷，最终停留在小有所成的境界而已。虽然说有收获，可也无法改换自身，同样无法改变四季。由此可见，人仙者与其说是仙，不如说是修炼有成而误入歧途的修士。虽然通过修炼有所小成，拥有仙的部分能力，但是终究没有脱离人的本质。地仙是天地的一半，勉勉强强算得上有了一些神仙的才能。地仙们不明白，大道只停留在小有所成的方法而已，并不能看出什么功效，只是可以长生，不会死在人间而已。地仙们的休息效仿了天地日月升降的道理。中履传到集中对他们的休息之法是这样记载的：先要食龙虎，次要配坎离，变水源清浊分气后，早晚收真衣，察2仪列3才，分4象别5运，并6气聚7宝，续8卦行9周，5行颠倒，气传于母，而夜行夫妇也。3天反复，烧成丹药，用镇压下田炼行，注释而得，长生不死。可见地仙相当于修仙路途中的中途，虽然还没有感悟到大道，但是已经长生久世，拥有晋升到神仙级别的资质。同时他又和神仙天仙有所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居住在人间。换句话说，你可以把地仙视作居住在人间的仙人，是神仙的过渡阶段。神仙是由厌倦人间的地仙勤奋修炼，达到3阳俱鼎的境界，水到渠成而修炼而成的。如果非要用什么词来形容神仙，那就是超凡入圣。当然，神仙作为高级仙人，自然不会再居住在人间，而是前往传说中的3座神山修行。天仙作为仙人体系中最高的等级，也是由地仙修炼而来。与神仙不同的是，晋升天仙不但有修为的要求，而且要想人间传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为社会做贡献。当然，作为天仙好处也是极多，不但可以做官，享受正规编制，而且还分配更好的修炼环境。天仙可以自由的飞升，地仙只能在名山海外遨游，而最差的世界仙只能死后弃身成仙。天仙居住在高高的天界，统领天下，担任天官的职务，管辖其他神仙，而地仙则居住在昆仑山，掌管着凡间。而师姐仙只能与普通人共同生活在人世间，因成仙时间先后的不同，神仙的地位也有尊卑之别。成仙时间早的地位尊贵，成仙时间晚的地位卑微。地位卑微的新神必须侍奉地位较高的尊神，这3种等级最终确定，形成了最终等级森严的神仙官位谱系。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